实。他从小生活在那个环境里边，他的姑母又是皇后。姑母这个角色更多的是把如懿作为一个筹码，保证自己的地位。乌拉那拉氏没有前朝重臣，只有后宫的女人，你我就是要延续乌拉那拉氏的荣耀。青衣哥哥，我觉得他从小就知道他这个命运是很难改变的。你一定要做母后皇太后吗？宫规祖制在此啊。那他有他的家族责任，就是要当皇后。已经有了皇上的眷顾，你是乌拉那拉氏唯一的指望，你要得宠，你要做皇后。我觉得是压力，但是我又不能不去做的一个压力。作为青樱，她是乌拉那拉氏的亲侄女，我是钮祜禄氏，我本来就是要把乌拉那拉氏给灭掉的，最好就是后宫不要有乌拉那拉氏了。皇上口谕，皇次子弘历封宝亲王，乌拉那拉氏为宝亲王侧福晋。希望最好不要让她作为我的儿媳。我好不容易干掉你姑母，你的乌拉那拉氏皇后，又来一个，对我来说是最好是不要有这种可能性。从上一代的恩怨也好，其实我没办法解的。但是儿子最后还是要了他，一个是我爱的人，一个是他的母亲。如懿知道一定要和太后好好相处。从一开始的不接受，到慢慢的看到她身上的一些不同于其他女人的一些品质。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太后她发现如懿真的不是要当皇后啊，就是她是真的是因为爱这个男人。皇帝说你千方百计去求他，为的是替哀家移宫进言。如懿也利用过太后和皇上的关系，去知道太后需要什么，然后跟皇上说你要尽孝啊。当然皇帝要尽孝，但是从如懿这个角度，他可能还有就是说我帮太后去说个话。皇上刚刚登基，忙于朝政，一时顾不上。哪怕臣妾身在前邸，也是该提醒皇上的。如此可怜，移宫之事还需要你这样一个守孝之人去劝皇帝。到最后，太后对如懿是有改观的一个态度。他会记得，就是说，那我们就和平相处嘛。青樱之名是臣妾幼年时所取，所以想请太后亲赐新名，许臣妾斩断旧过，汲取幸福。其实他是向我表示他的屈服。那你最盼望什么？情深意重，两心相许。我觉得他在青樱的身上，他会看到他自己的某些缩影，看到他过去。如懿，好不好？在这场戏当中，太后希望青樱从乌拉那拉氏的青樱变成了他的如懿。如懿是为求生存，太后是为了表示示好、事成应用，所以才有了我们如懿这个名字。其实我觉得到如懿这个名字之后，其实我的生活还算如意的。开始。贤妃娘娘，这绿眉粉怎么制？那可是皇上亲自验的。挺少影视剧可以把这种两个人关系写到这么的紧密，这么的跌宕起伏，挺真爱的两个人，他们也其实是青梅竹马。他是一个非常天真烂漫，从小骄纵长大的哥哥。你是倔脾气，从今以后你什么都不用怕，有我在，你放心。这三个字对于如懿来讲，就是这个男人给她的所有的，就是你不要怕，不要怕，是一种极度的安全感。当他说这些话，就算我有一点怀疑，但是我爱你的时候，我还是相信。他是坚持对感情的美好，尤其是夫妻之间的信任和尊重。一生一次，心因一动，他的生命最核心的一个点。这个意思极好，一次心，一次心一动。臣妾以为是一生一次心一动。这个解释好啊，真喜欢。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因为他很聪明，其实他完全可以脱离这个是非中心。对如懿本身来讲，我觉得他是很清楚，他不想要去那个地方的，因为他从小在家里，他很明白这些斗争啊，这些东西。但是因为爱，他
是把自己卷进去了。你心里有皇帝对吧？难道不想跟他生同寝，死同穴吗？你只有成了他的皇后，才能跟他生死不离。姑母，他无意去做皇后，但是他因为他的命运，他爱的这个男人，到最后成了一个皇帝。站在万人之上，俯视万千。可这万人之上，就是无人之巅了。真想让你在朕的身边，朕也只要你在朕的身边，可好？好。好。好。也就是说，朕在万人之上，孤单得很。我要你来做我的皇后。臣妾或许看不清后位，看不清前路，也不够看得清皇上。可皇上说他孤单，臣妾就只想到他身边去。我最喜欢就是把她封为皇后的那个阶段啊，我们感情很好。你终于是朕的皇后了，咱们终于可以一同入皇了。朕已经教导身边准备吧，咱们可以让我在华中相依到老。其实像如懿和皇帝能给青樱这么一段情，其实已经是一个奇迹了。恰巧他幸运的是，他还爱那个皇帝，而且是两情相悦的，不是那种我爱他，他不爱我那种，而且是他幸运在这个地方。但是他到了那个位置上，他就会有一个责任感，就是他要护的是要护好这个国君。开始。皇后娘娘，皇后娘娘，皇后娘娘，娘娘您醒醒啊！我都是在劝和，但是我又能够特别理解他，因为人的性格使然，有的时候是看着特别心疼，但是无力。其实皇上作为一个天子来说，他是当年是可以这样的，但是对于如懿来说，她心里可能会有一些不太舒服，因为毕竟是真爱嘛。但如懿也是很大爱的那种，也是一直在默默忍受。个人对如懿是非常非常同情，我觉得她受了很多很多委屈。给你的补药都吃了吗？怎么还是那么憔悴啊？用尽是朕盼望已久的祥瑞之子，结果却因此违心，合不住你的命数，木村自亡。作为你孩子的母亲，你怎么会相信青天剑的话是我克死了我的孩子？就算我克死了我的孩子，可是我刚生完孩子啊，你怎么会这样想呢？这个对于一个女人来讲，其实是很伤心的一件事情。委屈。这两个人其实都是蛮可怜的人，觉得很心疼。对他到底是什么感情？从小就喜欢他嘛？你从小你就进王府，到最后你面对的是一个君王，他的改变，他还是爱他，直到相见的出现。把面纱摘掉。一开始来说，他们像一对情敌，因为毕竟是相见，让如懿觉得皇帝的爱情不在自己身上了，是因为觉得这个男人的心在动。当这个皇上那个心开始动的时候，他是害怕的，他那个时候是很痛苦的。也许本宫也失去了曾经恋恋的少年了。其实我觉得帝王父亲蛮难的，一个是要母仪天下，一个得要指点江山。然后到最后到两个人的嫉妒心，他对凌云彻做出的那一系列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太过分了。可是，在过程当中，他作为一个国君，他必须是不怀疑的。虽然这个多疑到最后是毁了我们，我从小陪着你的，我是什么样的你不知道。在这个故事里面，那个如懿一次次心寒。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爱情的一个过程，会慢慢的消失掉。在这个几十年的相处过程当中，因为各自的成长和各自的变化，所以到最后造成他们两个的破裂吧。不可以顶撞战火逆朕，如此咄咄逼人，不仅比不上
上孝贤皇后的贤德，连丽贵妃的婉顺都比不上。累积起来一件一件的，就到最后断发的时候，如意跟皇帝说：“我当这个皇后已经很累很厌倦了，我最好不要当了。就是我从来也不是要想当皇后。”如意，其实这个戏真的是道尽了这2个人的一生一辈子。我觉得其实他一直都在坚持，不管对谁。他在宫里那么久，但他并没有变，不忘初心吧，那么一个人。她是一个宫中少有的非常有个性的女人。如意不会妥协，不会因为任何人妥协。我觉得她不适合在古代生活。她是宫中敢于说我就是要做自我，我把我的直抒胸臆想表达出来的一个女人。臣妾陪伴您多年，自以为和您有心意相通之处，臣妾是真的不能明白的。皇上，您就当臣妾不懂您，臣妾的话也白说了。她深爱着皇上，但是她坚持着自己。她是一个现代女性思维，独立自主、坚强、倔强，不需要依靠任何人。万一一个夫君只有一个妻子，没有任何妾室呢？朕看你是傻啊！怎么老想着郎世宁的闲话？太后和如意可能的共通点是我们都有过自己的初心，不同的点我觉得是如意比我更执着，好纯净的一颗心。就是说跟皇上其实也是一生一次心一动，他真就是这一次。在宫里有那么多人害他或者什么，但是他通过自己的方式，就是选择和面对。我觉得他是一个好人。他明白深宫的法则，但是他不屑于去用。如意是非常有底线，不会去争什么要什么。你是出身后族，又有皇上的情分在，如果真有继后，也应该是姐姐你啊。我从来要的都是情分，而不是位分。他是很明事理的，他懂得一个人的德性是什么，不冤枉谁，不去制造那些没有的东西出来去害人。他的性格是还是很正直的。主儿，皇上特意派人送来的礼物在外头，您去瞧瞧。绿梅非常难得，骨骼清奇，其实很像如意的那种性格。她不会去为深宫的这个环境去改变自己的本性。两心之间梅香一缕，绿梅难得，皇上的心意更难得。他喜欢梅花是因为寒风里是吧，彻骨是吧，才能闻到花香。这个，因为他喜欢的是南方的梅花，他到了北方他活不了。我记得后面还有一场戏是跟皇帝之间的一场戏，就是讲到如意，其实他就来错了。也许他本就不该是这宫里的人吧。如意就是说，其实我是不适合在宫里。他的性格是贯穿的，叛逆也好，他什么也好，他是贯穿始终的。他应该是自由的，他喜欢的那种自在安然，他对感情的那种坚持执着是不会变的。你还年轻，不懂世间完满的美好，太难了。若能如意，便很不错。苏丽云其实在很多时候是一个没有攻击性和没有伤害性的这样一个女子，所以她和如意的关系就属于那种比较熟的朋友。到中期的时候，兰华走了这一段时间，我觉得比较熟的朋友因为一些利益发生了分歧。哎呀，我也抚养永皇这么多年，知冷知热的疼着，闹了半天，还是不如你。祭酒礼已过，大家休息片刻吧。本宫让御膳房熬了些八宝甜汤，大家都可以用一些。在后期的时候，我觉得就非常坚定地站在了如意的背后去支持她。对如意是喜欢，然后崇拜、敬仰，反正就是当成姐姐一样。这里也有台词说，皇后娘娘就像我的姐姐一样。
他是真的很喜欢、很依赖他。但如懿对梅若，我觉得可能就是关爱，因为她毕竟是小嘛。然后还有就是梅若比较简单，没有那么多坏心思。我记得娘娘曾与我说过，皇上是您的少年郎。和如懿可能有一种惺惺相惜的那种感觉，因为如懿她也说她曾经有过一个少年郎，他们曾经非常的美好相见。其实她也没什么要求，她就是跟如懿一样爱一个男人。自己心爱的人没有了的时候，就是要自杀，但是皇后娘娘就是劝她活下来吧，跟她讲了很多的道理，在那一刻可能给了她一种力量。那在深宫里面可能没有其他人跟她说一些肺腑之言，只有皇后娘娘跟她说，她是非常的感激她的。她之前在皇宫里面都是从来不对任何人行礼，但是她面对皇后娘娘，她还是会非常尊敬的说给皇后娘娘请安。而且相见也是一个比较重情义的人，她说以后的话我一定会不惜一切，我都会偿还。所以她跟如懿是有一种那样子的情感的吧。哎，欣姐，我的女神，第一次跟她我们两个就单独的对手戏的时候，我这样扶着她，她这样手搭在我上面，我是站住她的。欣姐说你不要抖了好吗？你一抖我也紧张。不是违背自己良心的事情，索性都愿意去为如懿做。其实索性就是一个如懿身边的连接各方面这样一个桥梁，跟江雨冰的这个关系和李煜的这个关系，导致他们最后都非常忠诚于如懿。如懿娘娘这个人是非常好的一个人，因为我还有点喜欢索性，我也会对她的主子好，因为她的主子好了，她才能好。后面有一场就是如懿帮我上药，在宫里一个娘娘会给一个奴才蹲下来上药，我觉得那场戏是他彻底的走到如懿那一边去了。一是因为情感，二是因为他看中如懿的人品，了解这个人以后，你会不由自主就会帮他，而且这对他来说也是行正道。索性的归宿还是蛮好的，跟了一个医生啊，又实用。索性还问他呢，那我照顾不了你啊。如懿说没关系，等看到有好的人再说吧。那故事的发展就是出现了一个好人。多谢皇贵妃娘娘主持公道。你是个直性子，胆子也大，不怕吃亏吗？不能让没钱的姐妹都吃了亏。本宫喜欢，来翊坤宫当差吧。爱打不平，无依无靠。最万幸的是说让如懿给捡到了，才找到了家的感觉，所以我愿意拼尽全力为了如懿，怎样都可以。我大马。容佩是一个太耿直的人了，而且有好多方面，因为他毕竟年长一些，他会从好多方面去考虑，他都处理得很妥帖那种。我是最知道他的温度的，因为我永远是在握着他的手，不是这只手就是这只手，不一样的方位感受这个人也挺奇妙的感觉。我是等于把如懿当成我的又是恩人又是亲人。简单的来说，他是再一次把生命给我的人。我救了他的命，然后在这个宫里边，我是能跟他心意比较相通的人。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恩人，他会愿意付出一切，然后让他快乐的。我只能说，他超越友情，不单纯，涵盖了很多。有些时候我们演着演着就是说，你是不是爱我呀？就那种。哪怕到最后他们有了矛盾，其实什么都不用说，又能够懂得对方，谅解对方。所有的事情都是为我好，我都能理解。海兰觉得如懿是温暖的，是仗义的。红楼炭事件的时候，如懿来救他是那样的奋不顾身。海常在也是皇上的嫔妃，你不能当着奴才们的面羞辱她。你脱了她的衣服搜身，你不是要了她的命吗？就是他是有一种，就是我只要他开心，我只要护着他就好了。紧接着下一个百花丹的事件的时候，海兰是奋不顾身的去为如懿洗清冤屈。有一个台词是：非姐姐当日如何拼死维护我的清白，臣妾也只是拼死维护姐姐的清白而已。接连在一起的事件，很快的就把两个人扣得非常紧密，慢慢的把心里的东西又加深了。海贵人，这今后啊要送什么东西，您别亲自来了，这太危险了。您把东西交给我，我递给他就行。我得知道你叫什么。我叫凌云彻。
我觉得如懿的价值观、个性上面跟凌云彻之间还是有共同点。就拿现代话来说，是三观相同。他跟如懿之间的界定啊，就像无论你走多远，无论你经历了什么，只要你回头，我凌云彻永远会默默地为你打这把伞。微臣只是希望皇贵妃将来的路可以平安顺遂，而微臣会跟随在您身后，替您照亮身后曾经走过的路，不至于您回头的时候连退路也难以看清。就那种情感是在一个宫里边，你对对方，你是可以安心的信任的一个人，对，所以他对如懿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怕什么呀？他们情感的建立和彼此作为对方信仰的建立，其实是在一件事去堆积。快我看看，这蛇有毒，我得把毒解析出来。索性打盆水去。无论是事件上的堆积，还是岁月上的累积，就经过这么长时间爬起来的一种情感，经历太多的生死，这才是他一生的宿命，也是他的任务，也是他一生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在这红墙里边，在我寒冷彻骨的时候，给我温暖的是你和凌云彻。周迅在表演上品格也好，风格也好，气质也好，根据如懿的这种现在的表演有一个提升。从一个小女孩委屈，脑子里都是幻想的，有点叛逆的一个青音，慢慢变成一个皇后，她这一切非常清楚。她也很辛苦，这一路来就是没有做其他事情，就很专注在这个戏里面。她是真的付出了很多。拍戏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时间，每天都台词啊什么的。他非常认真的在看剧本，在揣摩角色。有些时候他会说：“那如懿这个时候会怎么想啊？如懿这个时候一定不会这样啊！”真是佩服他，我真是太用心了。那种台词量，他头天晚上得做了多大的功课呀？基本上很少看他拿剧本。你要知道，他是属于那种认真到一个词一个词都会去细细琢磨的人。就是他每天做足了功课，他每一场戏都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最细的一组镜头就是有一场戏刚跟皇上吵完架，周迅老师要看，印象特别深，是有特别细腻的点出现。他有一个过门槛的时候停了一下，他看看他那场戏是怎么表现的。然后有没有到位？他觉得不 OK 的话，他可能会要求再重新来拍这场戏之类的。周迅的表演也非常非常的吸引人，而且能够有很强的代入感。演戏下来的感觉都彼此觉得很舒服。那很多东西都是剧本上没有的东西，但是因为我们都在那个角色里面，都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到最后是基本上都没有什么不用去交流了。他的戏呢是绵里藏针。看似很散淡的这样戏当中，他内力很大。他是一个非常有灵魂深度的演员，我不敢使劲对着他眼睛看，我觉得他眼睛非常有杀伤力，强大的力量会包裹你。胆大妄为，祸乱国政，桩桩件件，哪件冤了你？我也不敢了，娘娘饶命！你说不敢了，你这一定会被顶罪吗？我觉得迅姐很多东西不是我们能够学得到的，是她就骨子里的东西。她杀伤力不是攻击性，她的眼睛很深邃，你知道吗？很大，然后你会看进去，会想她在想什么，就会被她带走。所有东西都在眉宇之间。迅姐的眼神有一种探究人的一个感觉。用眉宇演戏，用气场演戏，用你眼神去演戏。她的演技是出神入化的，演这么好，真的是这个人的生活经历、阅历到那儿了。就一路看他这样，越演越好，又那么敬业，而且又那么上心。她真的是一个很有精灵气的女人。看她处理一些感情戏，我觉得哇，那分寸感简直太厉害了。我觉得真的是好演员都是用心在演。比如有一场戏是她被他的丫鬟
阿若陷害。奴婢伺候您多年，可是主自从被太后禁足，心怀怨恨，日渐乖戾。其实如懿只是给了他一个眼神，那个眼神的内心潜台词就是，我对你那么好，你居然会害我。就那一个眼神，我看了好心疼。所以我觉得迅姐真的是好厉害。你少说一句啊。是因为我要扇她的耳光，然后我就走到迅姐的面前，用我的手测量了一下她的脸，好小的脸，我就非常的紧张，怎么办啊？我感觉自己做不到。迅姐就用了另外一招，你打不打？我没有用，你不要恐吓我，我要打你，我自己会难受死了。你这个毒妇！我不是说科班出身的，我并不知道我这下手到底重不重，我也不知道他到底疼不疼。打动了！必须得挣扎，而我的方式，我需要他们挣扎我，要不然我没办法出来那个东西。迅姐，我觉得拍戏的时候她非常的敬业。有一天就是我和美若去送她一场戏，她就坐在马车里，因为那个马车非常晃，机器要架在里面。副导演就说：“迅姐，你不用去帮他们搭戏了，让我们自己演。”然后迅姐说：“哎，不行不行，我还是得上去，要看着她的视线，她一定要自己亲自去帮你们演。”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他不会去过分的去张扬，他作为这个戏剧的中心点，他是非常明确的，而且他把周围的这些跟他在一起搭戏的人，整个气氛都演得非常好。他的状态永远是在一个创作，所以我们都说迅姐是传递给大家能量的那种人。然后迅姐就在任何的一个场合，她都会有这种东西传递给我们，呈现出来那种工作状态是比较，就给大家的感觉好像相对来说轻松，但是里面是非常紧的。包括对每一场戏的要求、准确度，表演它非常的准确。我想我们都有这个心是做好作品，在做好作品的同时，我们又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创作的氛围。他有很真的一面，他是很真性情的一个人。他生活中是一个就挺幽默的人。我觉得他生活下特别可爱，他会跟你开玩笑，感觉整个人就很开心。他在私底下更像一个小孩子。你发现他就是个少女。小女生，她会在那里唱唱跳跳，自己在上面就感觉跟表演一样。哎呀，我应该站到这儿来。好，小英姐，那认识他之后，我觉得我就更爱他了。我觉得他像一个小朋友一样，有的时候在现场，他说，想吃一个什么东西了，我觉得他眼睛里都泛着光。说着说着口水就流下来了，他自己就会在那笑自己，特别可爱。我们有时候拍的时候会在监视器里面讨论剧本嘛，然后他就这样把鞋脱掉，然后就盘腿在打坐，然后就在那边，然后边吃着东西在那边聊，就觉得那时候就觉得特别像一个小孩子。我觉得他非常有灵气，然后生活中又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他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然后他没有走到他的座位上，他直接走过来，然后就跟我打个招呼。我当时就觉得特别亲切。只能找一个我心里最舒服的，但是我真的是唯很无心的，我真的是平时心的。这个不是我真的。迅姐是我很喜欢、很尊敬的演员，看她的戏我都好喜欢，非常打动人，非常喜欢她，有质感、有沉淀，很娇小但是爆发力非常强的人。特别喜欢跟他演戏的感觉。我觉得太幸运了，我真的有成长的过程。他的智商和情商都非常高，他会看透很多东西。他是个有大智慧的人，但是又很简单的人。周迅在表演上一如既不那么拘泥于史实，我们又有一些虚构。从风格上来讲，我定义为就是一个诗意的又比较写实的古装正剧吧。他就像一个指挥家一样。我觉得汪导对于戏剧的理解超乎常人，对于剧的把握、表演分寸的把握，就对于画面的敏感度更高。你就看着他们走了，你刚要起身烟嘛，说哎喝酒啊。
我觉得汪导有非常高的这个品味和对戏剧，这把握。A B C J I 进，谢老师，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他的这个把控力很客观，越来越冷静。我俩这不行，我要看那边的，那画右的。汪导的他戏为主，但是他画面啊各方面还是挺好的，我觉得。但是有一些可能某些环境啊，很多方面因素啊，达不到他的要求。主线一明确，主题就明确，你应该是无条件服从我啊。他不平等也很难弄。就是他的风格，你知道是非常精致华美，然后非常考究的，你就很放心一部作品交到他的手里面。就稍微有点温暖和亮点的亮色，稍微有点。汪俊导演他其实在现场他是一个特别直接的一个导演，想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大哥，你不能这样说。这样啊。导演就是非常严谨的一个人。停！汪导是演员出身，他还会演戏，所以他对于演员现场状况的一种情况调整，他还是有自己独特的一个方式方法的。不是他在这边帮我切嘛，然后后来他不是那个上是起鼓的那个底层出来了，然后等回来坐下以后，来喝，然后他说。汪导他会看演员你给什么，然后他去抓你的东西，但他会跟你讨论说你的状态对不对，他觉得你不对的时候就是不对，他就会跟你聊，他也不会放过你。他要求非常的高，就是每一场戏他也感觉不太对，他会去亲自过来跟你调到一直舒服为止。再来一遍，还是后边每个这块，这样不是张志明的问题。会较真儿，整个戏曲的结构性、逻辑，他自己能接受，他才会去跟演员说，然后我们才会进行。是绝对不会臣服于你的。谋害皇子，污蔑皇上。再来，不关机。导演还是一个非常爱跟演员去讨论戏的一个导演。我们每次开拍之前都要去对台词、读剧本，你有什么想法呀？导演很尊重你自己的想法。你可以加那句话，加那句话你加在哪儿？因为拍之前、走戏之前都要先在他的工作的那个范围内先把台词对了，很认真。因为他是在你走位和拍之前的大家的一个碰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真的是二度创作开始了，就是可能在这个时候会有很多的想法，对戏啊、对词里面就会冒出来。有一些演员在现场台词压力也很大嘛，导演都能给足够的耐心，不去批评和指责他们，我觉得这点就很不容易。一个演员如果说能碰到这样的导演，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件事情。现在他基本上很少看他发火，他基本上都在现场跟大家开玩笑。周润发。演员决定整个戏的风格。其实这次拍很大的一个工作就是，我选了一批有颜值的演员，但我如何让他们的表演充满了质感，就让人觉得既赏心悦目，我同时又要把人物的心理刻画真正的能够跟他的外形结合起来。我觉得他不容易啊，他对人物的戏的节奏，他是很有感知的。对演员的信任感其实也是很大。比如说有一场戏是我当皇后了，那结第二次婚的时候，其实真实的情况是我们很累，就是而且我们的帽子啊、衣服啊都很重，而且其实那个时候我跟皇上已经几十年了，然后当时就跟导演提，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把它改成大家都退下之后，然后互相揉腰。然后导演他给了一个非常宽的一个空间，他就说可以啊。就是导演他对很多这种东西，他都是让它生存和存在的，对。最无辜的就是永基，永基反而要受到你的质疑和斥责，不是应该像那个孩子吗？那你对朕的不满，不借当着孩子的面说吗？主要是价值观，包括表演上的审美的趣味还比较接近。汪导他本身自己是演员，所以他对表演他要求的细节很细。那你说我站起来，对啊，那你对朕的不满，不是也当着孩子的面前是说吗？你也起来了，吵架了。而且他会
提点你很多的细节，这个是很重要的。建华，哎，你这个好像就是放完这个以后往这儿是不是走多了？怎么走到这儿来了？很多时候他可以以演员的视角去出发这个角色，他内心想的是什么，他为什么会这么做？那这个语气，你这样讲会不会更好？走。就像汪导有的时候他就会在现场给你讲戏的时候会非常细致，就是会细致到抠每一个眼神。他有点那个不屑的那个看穿皇上那感觉啊，他能够我这个。他们都是很好的演员，我觉得很多东西一点就明白，而且变化很大。总体来说，我让他们更走内心一些吧。其实刚才那集当了宫，请皇后恕，请太后跪请亲贵为他恕罪。人生有3急。他私底下也是很可爱的这么一个人。他其实有一部分孩子气的地方，他也可以给你嬉耍玩闹。没有工作的时候，我发现导演都很善良、很开朗，然后甚至有一些很搞笑的地方。导的变化，人整个就是特别柔软了。包括有时候跟那小演员一来了，哎呀，他抱在怀里还哄着，哎，我看着汪导像个大男孩一样的。就是可爱的那一面，这次是让我看到了。他是一个挺要求完美的人，而且他是一个很直爽的人。就他所有的东西都是他想到的、看到的，他就会直接的表达出来。从这桥过来，一直到就好，然后在苏北就在这儿碰到。这句反而要再来一遍吧。他现在情绪有点太满了，我在下一半部分，他前面戏毛躁也很高。主要是戏上，包括对剧本啊，包括对演员的表演上，有时候不那么顺的时候，那时候蛮沮丧的。汪导的那个，他每天面对的那些压力也很大，因为他要考虑各种各样的这个，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的想法。哎，再加上这个横店天天下雨，我这一出工一抬头一下雨，情绪的波动一定是有的。这个戏已经不是一个戏的概念了，它在社会上这个影响，还有这个业内的人要去看它，所以我们创作人员的压力非常大。我原来吃安眠药就是半片，后来1片，后来不敢用1片半，现在是2片。脑力是高度集中，因为他不允许有任何的错误。我觉得他非常大的一个本事就是拍这么大的一个戏啊，这么长时间，他从头到尾一个状态，毫无疲态，我觉得这挺本事了的，这挺厉害的。你看我们拍摄264天，他真的是每一天都坚持在这里。导演就腰疼了，然后腰疼，按完腰之后，他还是趴在那儿，就在那看监视器。可以总结给导演的2个字，就是敬业，真的是太佩服了。他的心态是一定好，那一定是很准确的。还行吧，我这总的来说还比较稳定，可能还是蛮理性的吧。就是说我还能把持得住吧。每一次拍摄都会给你有一些不同感受，收获。我终于知道了，是吧？不逼自己，不知道自个儿有多牛。汪导他会很注重演员的表演，程导是因为摄影师出身，他会比较注重画面。来，好了，预备，走，来走，焦点，把它放中啊，稍微松一点点，景别，迅速再来一次。像程导的话，他就会经常用一些流畅的镜头，他是希望你在流动的过程中把词说了，这样就运动感特别强。程导有很好的镜头语言去帮助演员，那么他也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你该怎么表现。可能他只跟你说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哎，建华，我觉得你应该怎么样？哦，就这么办。你讲的是对的，然后上去我啪就在胸前，啪就这一大脚一踹，金元就没有词儿了，是吧？拍摄起来以后也是，就是我更注重场景，下一个景要拍什么，怎么拍，怎么去布光，怎么去跟这些置景啊、美术去沟通，去弄好。过来，这是从日记嘛，是吧？当然，对摄影的构图、对光的感觉，导演在拍每场戏的时候，都会站到一个角度或者多个角度去稍微的冥想一下，去感受这一场戏的气氛。陈导呢是一个非常细心、幽默、很 man 的导演。对，你看他那个肌肉，但是他去拍摄那个手法、感情啊，又是很细腻。
我娘娘这是给我来的孩子啊！说话。他的戏台的每个细节特别有要求，特别有质感，特别有质量。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和演员都比较佩服导演这一点。程导这个人嘛，本身比较随和、平易近人，所以跟他相处，我觉得真的很轻松，很 Q 的一个人。对，那他说完了，我就直接接是吧？我就，那你刚刚不是叫我跟你说话吗？现在我看就完全是。那你先说好了啊，说准了，别再变了啊！就是他一说完话我就接话，对不对？来讲，让我觉得就挺可爱的。程导是一个特别有激情的导演，我觉得每天早上见到他的时候都是这个热情澎湃的。学到了多少我不确定，但是我能确定的就是我觉得我学到这个态度。第二点就是一种感觉吧。这两个导演，我觉得在整个的这次的塑造过程当中，他们对这个剧的激情、热爱都投入进去，让我们在现场的每一个部门，演员部门也好，其他的部门也好，我觉得都是特别好的榜样，都是非常有思想的导演。我每次看画面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画面怎么那么美？导演对每个角色的定位和方向也把握得很准。我们的镜子是导演，我们只能通过导演的提示和感觉，才能够判断自己是不是准确。他们是会把演员带到一个正确方向的导演。皇上今日涉猎，看来颇为尽气。是啊，收获颇丰啊，这么说啊。皇上今天这什么？皇上今日涉猎，看来收获颇丰啊。看来收获颇丰啊。是啊，高兴啊，高兴。汪导和程导对待作品的时候都非常严格。我能感觉到跟汪导啊和程导啊他们的对大家的爱护，然后对剧本的一点一滴的这种钻研和琢磨。在拍的过程中，我觉得虽然是很艰苦，因为你要不断的拿出本事来，掏出来，但是是一个成长的过程。这个都是按清宫里面那个他原配的，现在是等于是基本的心里是这样的。我在跟王景导演在谈论这些地方的时候，我们俩在沟通起来就会很容易，因为我们并不是一定界定于在乾隆，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在表达清整个文化的一个形成。因为我本来的方案是应该再往前提呢，可能会更重一些。陈同勋老师承担了大部分的服装啊，这个量也很大，周期也很紧，而且他又有这么多的这种创新的对自己的要求。就是这个位置啊。陈老师是一个要求很严谨的人。假设这个发型，我们梳出来可能是梳1遍、2遍，多的时候可能4到5遍。我梳高翕月可能梳到6到7遍，他光坐在那里就坐了4个多小时。他们希望做不一样的东西，不是说复制或者说别人用过的东西，他老是不甘心。比如像他的官服、他的龙袍，这些东西一定是不能错的。于是大量的设计点放在了便服上，因为便服呢是这个戏的主体。我最喜欢我便装当中的冬装，因为它其实是满绣的，然后它又有外面有一个坎儿，也是满绣的，我觉得很美，真的是很美。它可能会在颜色方面说不是说那么的艳丽，但是因为我的角色性格是比较张扬的，所以红色、紫色啊、玫红色会偏多一些，特别棒。而且他们很细心的去罗列出来。你看，如懿是喜欢紫色的，我没有明确的说过海兰喜欢什么颜色，但是我们在准备的时候就强调它是蓝色，因为蓝和紫搭在一起是最漂亮的。我觉得海兰她很符合人设的头到尾。所以她其实前期的衣服都是那种很清淡、很舒服的颜色，不张扬。那慢慢到后头开始有一些比较亮丽的服装，她后期的时候开始变得比较沉稳跟大气的那个状态的时候的颜色，都是那种深蓝啊，或者是比较偏稳重色的。然后呢，相间是会偏白色、素色多一点。我觉得很有质感，不是说那种很纱质的那种，它会非常有异域的特色，但是也是非常有厚重感的。你转起圈来，它还是会跟着你飘起来的，而且头纱在后面会非常的灵动，所以我觉得那套衣服是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对，咱们的各位娘娘
10几个人坐在那里，我们首先要避免是颜色撞色，然后还要根据他们的身份啊，然后穿合适的衣服，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还会注意它绣花的图案，我们都尽量不让它撞在一起。这种山山水水的，然后我们可以用拉线的那种绣法，用穿针乱绣，然后我们可以用平绣，对吧？就很多种形式去做它。以前我们可能还会用到印花，但是那个时代是不可能出现这种东西的，所以现在都是绣的。服装我觉得特别精细，特别好看。他们说满绣嘛，然后全是绣上去的，很重。我经常会笑，我说。哎，这衣服重呢！我说我拍完这场戏，我是不是就被压矮了？这是我们皇后娘娘的朝服，就这，因为它这外边朝服坎儿啊，然后朝褂呀，然后里面我们可能还有朝服裙，它这些我们都是用珠子穿成的。这差不多我们2个工人穿了有2个星期，大概有5000个珠子吧。我们拍剧照的时候，它是分吉服跟朝服。那个朝服就重的大概有10斤，做的都很累。我们其实穿朝服穿的很少，我只穿过皇后册封的那一场。起，帝后同心，万事齐昌。说，帝后同心，万事齐昌。那天其实很壮观，大场面，然后而且所有的妃子都穿了朝服。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因为那个帽子就搁在这儿，这儿基本上就搁了一个印儿。对啊，有好多人第2天这个地方还在青紫，一直压着你的脑袋，然后你抬不起头来。很重是吧？特别重。那个没落，就很沉。我刚开始拍那几天就是头疼，拍到下午就开始头疼，然后我的头发掉了很多。觉得我这部戏拍完，基本上练了铁头神功，铁头神功就练成了。每天感觉像顶了个行李箱一样。有，拿来用了。没迷信啊？哦，那你有没有给跳过呀？没有，我们绝对是神还原。他那个妆容呢就是造型师给我们的一些老的那种图片嘛，然后我们是照着那种感觉去做发髻，去买饰品。洗手间就是得这样子，螃蟹走路。进车的时候也是。因为那个蒙古头实在是太大太重了，我经常就是拜那种大拜的时候下去以后就起不来了，就是必须要人拖起来，就是他直接栽过去了那种。非常好，非常好，起立。对于他来说应该比较困难，加上发髻加上饰品可能有10来斤那么重，每天顶着他都很痛苦，就很容易往前遮过去，然后就必须自己在那儿控制住，所以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就是要对抗这个的力量。这部戏的话，我们比别的戏投入的点翠的数量是多3倍到4倍，都是真材实料。我们的头饰上面有很多就是很好看的颜色，像景泰蓝那些东西，包括是点翠，那个是最贵的，一个小小的头饰都是钱。所以我们都特别谨慎，因为走路的时候怕甩了掉了，赔不起啊。在服装啊、饰品这些方面，其实有很多我们需要去适应的，就是包括我们走路的时候，花盆底的鞋，还是要适应，崴脚崴了好几次了。尤其外景的时候是那种石板路。我第1天拍戏，第1天穿上我的花盆底儿，我那天穿上以后，我心情还挺好，我觉得哎呀，特别有那个大家闺秀的感觉嘛，就是整个人都立起来了。结果第1场戏要我在鹅卵石上走，我的妈呀，那个石头还不一样大小，有的这么小，有的这么大，然后那个凹凸不平，已经是宫女扶着我了，我都没办法走得稳，我就一直摔到最后华哥都已经转过来想说，摔成这样你怎么进宫的？我们戏里的服装，我最喜欢的是迅姐的，制作工艺都很复杂，每一套都是手工的。周迅他说他很希望跟张老师能够有一次清宫戏的造型合作。跟阿叔其实是第一次真真正正的这样子，对于一个角色来讲是第一次。
在这之前呢，周迅也没有演过清宫戏，张淑平老师也没有做过清朝的服装造型，所以呢，这次大家都觉得很新鲜所以也谈得很顺利那就开始合作，一拍即合。我的头是真的每天编出来的，它不是只是一个发套。我那个编头发是要用一根带子先把所有头发抠在这个头，我自己这样拿，我大概要拿1个多小时。而且，比如说这次用了很多古董，它耳环就是这么重的，它那个东西就是不能甩那么大头的，留须是会这样子卡在你眼睛里的。眉形我特别喜欢，因为那个其实是非常难弄的，就是说那个人物就出来了，就是用手，对，用手自己点的因为阿叔要求的，以前的人呢，肯定不会那种用那个刷子咔咔刷一下，都是用手点出来的。我发现我有一天读台词，我开始挑多余的字，我觉得这个字可能不要，但我在想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阿叔那儿来的，就是精确，就是你的长短，你的这个领子要扣到哪里，一次一次的试。就我一般站在那儿，我基本上要站1个多小时、2个小时。阿叔有这个功能的。难得的，很乖的。阿叔跟我们说，你看看后面人家景是什么样的颜色，然后你再配这个衣服。红的帽子吧，西服。对，这个是西服。每个造型我们都会发照片给他看的，然后他每次都很细细的给我们看，哪个东西不行啊，用红笔给我们画出来。他眼睛是很有力度的。对，我就是喜欢我的衣服，还有我的帽子啊什么的。朝服是很难做的，然后是阿叔他每次就是坐在那个绣工那里，怎么指点，很辛苦。看他有的时候都睡着了以后，然后他还是坚持坐在那里去指点，给我感觉到有一种对美的崇拜。那这种态度很感动人。够了。那这够了。我弄了一个这么难看的东西。有能量的造型，它会帮你入角色，而且还会帮你产生戏。这个应该是阿叔的珍藏。我去过服装间，哇，非常震撼。你要知道，整整2大间房间，还有周迅的衣服在车上。如果说我只是做出了文字方面的努力，那么我觉得我们这个团队给出的就是给人一种视觉的震撼。什么是礼节？就是委屈自己的身体，表示对对方的尊重。可能张小龙这个名字不一定是那么熟，但是温太医当然大家很熟，很多观众也都蛮希望说我到《如懿传》里面演戏的。我说我在演呀，他只是演的幕后的一个角色，礼仪设计。见到皇上可跪，1叩首，再叩首，3叩首。礼仪是让观众更相信你这个戏，更相信你这个时空，更相信你演员塑造角色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给太后请来，侧右腿跪的，侧右腿跪地上啊。我们说清朝是满族人建立的，所以带有很浓重的这种满族特有的东西，所以在很多动作上跟中国其他社会朝代是不一样的，主要是在膝盖上。清朝可能说作为这种尊卑体现的达到了一种极致。比如说婚丧嫁娶这些事情，祭祀这些事情，跟礼俗有关的事情，大到这些卢比一丈，小到一个举手投足，我们需要这个整部戏的仪式性的东西，因为有没有仪式感，对一个古装戏历史剧来说太重要了，它能够让你的戏更厚重。手放在身体两侧啊，这样下垂，对。勾起你的手，咱们进行下一个动作，来拜。看自己的双手的距离啊，放的位置对不对？
通过不同的礼节，一是表达自己内心的尊重，其二呢，也是为了维护一种秩序，就是你通过这个礼的大小来区分每个人身份的不同。我很喜欢礼仪部分的东西，会帮助我们来塑造角色。刚开始还是会有些不太适应，就现在只要见谁说什么话，我都知道该行什么礼。走路先走哪只脚啊？就是踏门框的时候先踏哪只脚啊？然后该行什么礼啊？我都是还挺感兴趣的。比如说在室外的时候，嫔妃之间是有这样的礼，那在室内的时候这个就不能用。最不容易的，我觉得其实就是老要跪。我们有一场戏是金玉妍刚才我说被打的那场戏，我们不是所有妃子都跪在那儿吗？当时特别逗，刚开始拍的时候，婉英还说。我不用那个护膝。我说你真的得用，没事，一会儿就起来了。拍了一个镜头，自己起来了啊，不行，服装老师给我一个护膝。真的呀，因为我没有想一跪要跪那么久呀，结果跪了一会儿之后，发现真的要疯。因为我们戴着护膝都觉得疼，他不戴护膝根本就不可能。我也会经常看见迅姐就是在现场就要做一些舒展运动，就撑一撑手啊。所以其实一天下来，穿那个衣服走那个路，戴那个头饰，也挺累的。动作现在在你基本站姿基础之上啊，一起来，跪。宫女特别难，每天都得站着，而且还要有一个形体，腰酸背痛腿抽筋，拍完了立马就爱拍着，捶一捶腰啊。我站了8个月，我觉得我现在特别强，我的腰肌，所以就觉得太不容易。周迅老师的第一天拍戏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俯身3拜。当时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没有关系，你就告诉我怎么做就可以，因为你是礼仪指导老师，我就听你的。我就跟他做了那3个动作，做的特别完美，比我示范的要好。周迅是我最喜欢的演员之一，他是艺术家级别的，但他能够看这些人去指导他的礼仪，甚至于指导他演戏的过程中用一个什么样的礼仪来演戏，这个是很难的。我们的礼仪指导要有一个什么样强大的内心，然后周迅老师他们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包容温暖来鼓励礼仪指导。其实我的礼仪真的太少了，我是算比较幸运的相对来讲他们会很辛苦，其他演员他们随时都要有那么多的大礼，而且他们这些妃子要跪下什么都不容易，因为他们的衣服很长，还要配合对白，配合情绪，其实是蛮不容易的。有一场封妃的时候，那个大典一提气都要做，哎呀，这个挺难的，这跟瑜伽似的，一提气拜就很细很细的。行6肃3跪3拜礼。1肃，肃就是7起，每个肃就是7起啊。1肃，跪。6肃3跪3拜大礼，这是真累。6肃就是提气，跪下来，再提气，再拜，然后站起来，这是1轮，要跪3次。2肃，拜。行。要一直提气，然后跪，那个头又很重，就是所有的这个顺序很难记，而且过程特别的长。还好没在古代，要累死本宫了。但是我觉得那场拍的真的是特别好，特别好，整个画面特别的整齐，然后他们的动作呢做的也非常的端庄，然后气氛也非常的肃穆，整体反正看起来当时我觉得很惊叹，真的很惊叹。一进宫的时候对皇上行礼的时候就跟别人不一样的，就是双手这样子，然后咔搁在，会因为这个不合理，然后但是他们老师都会说没问题，只要你情绪到了，这个是没关系的，因为这个也能展现出你此时的心情。嘉妃监视，晋为嘉贵妃，协理6宫。其实当时那场戏大家挺有争议的，我说我都怀孕8个月了，我肚子那么大，我正常一个孕妇她绝对扣不下去。后来大家一商量说啊，那让那个甄叔扶着我吧，哎，扶着我不全趴下去，要不然孩子都得挤出来。周迅老师有场戏，他母亲进宫来见他，当时我跟导演说，我说导演，我能不能用一个礼？导演说什么礼？
我说是满族的一种大礼，而且这个礼仪在清末也已经消失了。要先蹲下来抱着妈妈的腰，然后再去贴妈妈的脸，这个挺特别的，叫抱腰贴面大礼。但是因为第一次你还看到啊，这会有这样的礼仪。对你的思念用一个礼仪就表现出来的。如果见面磕一头，没有身体的接触是不行的。观众是希望看到一个相对真实的一个生活环境的，这点很重要。只要完成我们心里面的要求，啊，这是唯一的衡量标准。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团队，大家在一起是在艺术上的这种追求，制作上的这种唯美，就是精益求精。对创作的精益求精是不会停止的。什么是美？我们要用尽所有的一切去追求这个美。这是一个创作者的严谨的态度，不断的在实验各种材料，就是一如既往的细腻吧。它的细节，我可能会做不到完美，那我能做到的就是尽可能离它近一点。啊，就是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所以还是挺高兴的吧。